观众朋友，我们来关心国际的局势。现在中东的危机到底解除了没？落幕了没？看起来未必哦。我们先来看看以色列的军方证实了哦，他们用无人机炸死了黎巴嫩真主党的高级指挥官哦。你要问了，黎巴嫩跟以色列不是一天到晚都有一些争端吗？可是我们必须说，这可能是伊朗事件的后续发展，因为呢，这个可以很清楚的看到，以色列是针对这个伊朗的外围军事行动来做一些报复哦。必须说，您看到还有一个空袭事件，很悲惨呐、以色列呢，空袭了这个加萨的难民营，结果很不幸的有13个人死亡。我们来看看加萨这边的平民死亡的人数已经超过了3.38万人，其中72%是妇孺超过2%是女人跟小孩另外还有7.6万人受伤。那他去轰炸这个难民营是为哪桩呢？当然，他的理由是说里头有恐怖分子藏在里面所以我们要消灭他。只是你光说我们就要信吗？这么多人，几万人妇孺就这样死亡了，有没有人在追究？看起来是没有的我们再来看看，包括呢以色列非常强硬啊。他说：“你伊朗攻击我，所以我一定会反击我们要开会，看看怎么样反击。这是战时内阁的第3次会议，不过现在延后了，延后到17号，也就是今天要举行。那这个会议结束之后，他们会做什么样的结论？怎样？可是我们看到呢，外界的一些想象跟外界的这个评估说以色列他反击伊朗可能会怎么做？他有2个选项，第一个就是直接攻击伊朗，我直攻你伊朗。”打你伊朗。第二个是攻击伊朗在叙利亚、伊拉克、也门的附随组织，像是青年运动啊，胡塞组织啊，包括您看到叙利亚里头的一些叛军啊，这些我就去攻击你伊拉克也一样。所以呢，我们看到伊朗驻英国的外交官就说你以色列如果再犯错，意思是说你以色列又在轻举妄动的话，我们伊朗会做出更强烈的回应。如果是这样，冤冤相报何时了？中东就永无宁日了。观众朋友，我们再来看看，包括伊拉克这个中东没有和平啊，大家日子难过所以伊拉克也不想被拖下水啊。我们看到伊拉克的总理他就否认说，我们没有借伊朗射飞弹我们没有借给伊朗，让你射飞弹袭击以色列这个来源是因为 CNN 报道说，这一次这个我们看到伊朗去攻击伊拉克有部分的导弹是伊朗提供的而且是伊朗这个导弹是有部分的导弹是伊拉克提供的，而且是从伊拉克境内发射的。那伊拉克总理苏达尼就很紧张，他就说没有。不是这样我们没有要卷入地区的冲突大家都要为自己的国家、自己的老百姓着想，谁都不想要卷入啊！观众朋友，我们看看欧美应援团，西方国家还是持续不断在援助以色列。包括你看到了欧盟的外长开临时会，考虑我要扩大制裁伊朗把它给制裁，包括从经济上的手段。而另外，包括我们看到美国众议院也要表决17项挺以色列的提案，包括制裁向伊朗购买石油的中企中国大陆的企业，如果你继续向伊朗买石油，我就制裁你中国大陆的企业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逻辑。现在外界也在讲，中国有没有可能变成中东战火停止的一个关键呢？我们看到，其实伊朗跟中国大陆的贸易其实是很高的中国大陆也是伊朗的最大贸易国，以及最大的石油供应最大的石油的重量级买家中国也不希望原油供应中断所以呢如果你要继续买它的油，那就不要打仗所以有可能是变成缓解地缘政治紧张冲突的原因，希望大家都和平继续可以买油。不过我们看到荷兰的学者就讲了，北京对伊朗有强大的影响力这也是伊朗在国际制裁下最重要的资金来源这也是西方世界说的，你中国继续跟他做贸易，继续提供资源给他，我们对伊朗的制裁就发挥不了功效，所以他们也希望中国去制裁伊朗，或者是不要跟他做生意的往来。可是中国大陆看起来不会这样做这个对他们国家利益也是有损失的。而且大家也知道，中国大陆跟西方国家一向对伊朗的态度是不一样的。而另外我们再来看看泽伦斯基最近其实很怨叹，也很眼红，
他也很生气。他说：“为什么你们都对纳坦雅胡这么好，你们都对以色列这么好，那对我乌克兰、对我泽伦斯基这么坏？”哦，他就说：“你们西方的军机啊，你帮助以色列都不帮我们乌克兰。”那英国的外相英国的外交大臣卡麦隆就说：“没办法，如果我帮你的话，我们地区危险就会升级呀。”我们先来看看14号的时候，包括英国、包括美国这些国家出动战机协助以色列拦截伊朗发射的飞弹跟无人机。那现在呢，这个英国的外交大臣就讲说：“可是我们没有办法用同样的方式来保卫你乌克兰，因为我们是北约国家，我们北约部队啊，直接跟俄军交战，那还得了？我们北约就要跟俄罗斯打起来了，不行不行 ，no no no。”所以呢，泽伦斯基的抱怨永远只停留在空中，就是抱怨嘛。美国也跟他讲说：“啊，你乌克兰就不是以色列啊，所以我们真的没办法，爱莫能助啊。”包括白宫国安会的发言人科比也讲了一样的话，我们来听听看。If the U.S. and allies can help shoot down Iranian drones over Israel, why can't they do the same over Ukraine? Yeah, I knew this question was coming too. Look, different conflicts, different airspace, different threat picture. The president has been clear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conflict in Ukraine. The United States is not going to be involved in that conflict in a combat role. And 好无情啊！不一样的国家，不一样的情况，这就叫大小眼。因为对泽连斯基来讲，他当然觉得很痛苦啊。他说你们怎么这样子对以色列这么好，然后对我们乌克兰？其实欧美的国家对乌克兰也没有不好了，也给了1000多亿美元了，也给了很多的武器弹药。但是对于乌克兰来讲，他最痛苦的，对泽连斯基来说，是因为英美法直接出动战机，那么进入这个约旦等这些区域。然后把这个伊朗所发射的无人机直接打掉，然后能打多少导弹就算多少，其他的就由以色列自己把它拦截下来。那对于乌克兰来讲，它现在正在遭受的是俄罗斯的无人机跟导弹的攻击。攻击什么呢？攻击它的基础设施，包括发电站啦，包括油库啦等等。而乌克兰的很多的基础设施、很多的发电站都已经被俄罗斯摧毁，可能要18个月，可能要12个月才能够重新再让它供电。那这个情况这1年，而且冬天一来，他们怎么办？所以对于乌克兰来说的话，他希望美英法同样出动战机，你不用打俄罗斯的军人，你只要把俄罗斯飞过来的无人机打掉，把导弹打掉，或者是提供给我更多的爱国者飞弹，我自己来打嘛，自己拦截。对，那我。都没有嘛，都没有。那所以他就觉得你是大小眼。不过确实是大小眼，因为美国的回答跟英国的回答很露骨了。他说，一个是伊朗伊朗是什么样的国家？我当然可以拦截啊。可是一个是俄罗斯俄罗斯不一样俄罗斯是那么的强大，我一拦截我就跟他直接对打了。其实这个话也告诉台独，一边是伊朗这不怎么样，我们当然会保护以色列。可是，一方是中国大陆中国大陆是核武大国它的工业大国它的整个国家的总体国力是俄罗斯的多少倍啊？连俄罗斯都不敢打，还敢跟中国大陆直接交战？菲律宾、日本、台独的，你们脑袋要有点清楚了。所以我觉得在这一点脑袋放清楚。所以赖清德什么让世界看得见，乌克兰全世界都看见了，那他的下场是什么？就很清楚了嘛。我现在倒是认为现在的情况是这样子，现在的情况是以色列跟伊朗目前在玩胆小鬼游戏，目前来讲是彼此之间的姿态都拉得很高。对以色列来说的话，他说我如果不反击，我就会被灭国，因为我的本土遭到伊朗的直接的攻击。可是问题就是他怎么去反击？因为伊朗已经讲得很明白，你一反击，我就第一时间我就攻击你。而且我用的武力就不是这一波的武力了，那也就是说以超高音速你很难拦截的为主。那对于伊朗来说的话，他要不要反击？美国人说不同意你反击，英国也说，法国也说你不可以反击。可是如果以色列还是要反击呢，那怎么办？所以他的反击一定要挑美国不会反对的，或者是选择伊朗不会反击的。可是伊朗已经摆明了，
伊朗的总统在今天已经说了，即使是最小的你的攻击，我都绝对会反击。那这样的情形下，直接打伊朗的本土的可能性就会往下降了。那找谁打呢？找代理人打。是。那所以您看，最倒霉的就是这个黎巴嫩的真主党，对，马上就被打了。好，这个时候伊朗没吭声了。还要找谁呢？找加沙地区的南部的平民百姓打。是。你看以色列这次又打了，杀了18个人，72%是老弱妇孺。然后美国没吭声了，所以我是觉得最倒霉的就是这些被利用的，或者最倒霉就是这些无辜的受害者。是，真的是哦，这个战争真的不能发生，太残酷了。对，我认为伊朗对跟以色列啊是陷入报复战，他两个彼此互相报复，报复来自于空中，以色列对伊朗他不会进行地面战，那这样的话，以色列打以色列的，伊朗报复伊朗的，将来都变成这个状况，所以我认为一时两刻不会终止。然后报复的规模，如果是以色列加码，那伊朗也会加码，一定会这个样来做。所以按照这个等比例这样子来看的话，中东的情势一时两刻是没办法降下来的。那我们现在看到乌克兰最重要，它已经踏入西方的战略陷阱，很清楚的嘛。他当初的时候，西方国家对乌克兰讲，对乌克兰的支持坚若磐石。我们常常听到这一句话，我们也被讲坚若磐石。对，我们常常听到坚若磐石。我说这个坚若磐石，这个现在不能用啊，这是战略陷阱啊。是。那现在乌克兰现在这一直在叫苦、叫穷、叫救命啊！现在这是在救命啊，不是叫穷，叫救命，怎么办？所以坚若磐石这个4个字，现在变成一个战略畸变。我认为这个要非常的谨慎。美国、西方国家会让乌克兰输，但是不会让以色列输，这是一定的。那现在乌克兰吃到这个苦头啦。当初我们大家都看到，大家这边在场的包含宾哥、包含赖教授，都当初在2年前就讲得非常的清楚，现在一一印证，非常的清楚。那现在这个状况，那乌克兰那自食恶果啦，而且骑虎难下，没有办法收，因为战争起战很容易，但是要收战呢，要终战非常困难的。什么终战？愿意这个方济各啊，教宗啊。方济各讲了，勇敢的举白旗去走上谈判桌，教宗都被骂了，都是这样子啊，都是没办法，你教宗被骂了耶。但是教宗，你看看他是为乌克兰人民在那边，因为人民死很多，现在乌克兰以后断代了，没有年轻人了，妇女都要上战场，将来没有人生小孩，妇女都上战场了，那只剩下老弱妇孺怎么办？这个国家就没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当初的那坚若磐石，结果变成这样子。现在，所以你看泽连斯基现在，你看泽连斯基一路在哀叹。现在中东越紧张，乌克兰越倒霉。变成你中东紧张干什么事？但乌克兰倒霉是这个样，没有武器给你，通通没给你，因为不一样，一码归一码，不同意，那都把它排在后面。当初的坚若磐石啊，就东风马尔只是这样讲一讲而已。所以我们可以看整个状况的发展呢，一直没有办法稳定了。这个中东战争呢，就没办法了，一直持续下去，报复战不会那么快的就停。然后乌克兰的状况啊，只会越来越不利。他的越想要收复失土啊，是越丢掉更多，完全背道而驰，所以他整个是进入战略陷阱了，难以自拔，这是当初非常不智的，是没有错。来请教彬哥怎么看呢？其实我觉得泽连斯基说错话，他这个时候根本不应该讲话。你逼着英美直接表态，你就不如以色列。请问一下，对乌克兰的好处在什么地方？你自己心里头明知道就是这样子，全世界也都知道这样，但是这种不能说的秘密，你非要逼着人家公开说出来，那对乌克兰的士气不是更大的打击吗？对，所以我觉得泽连斯基做了一件笨事。那他最近做的另外一件笨事是什么？他最近下令说，因为他们兵源不足嘛，下令说本来兵源你在战场3年，你就可以轮休就回来了，不用再上战场，他取消了这个规定。你知道现在乌克兰前线是人心惶惶。很多人想说，难道我一定要不是重伤就是死在战场，我才有机会回家？你知道这个也对士气会造成非常严重的打击。很多古代不管是大陆、中国或是外国也好，中外都一样，就是你跟士兵讲好的条件，比如说你3年轮休一次，5年轮休一次，到最后没有轮休，到最后士兵会干什么？会直接叛变，就会造成兵变。这个是很严重的状况。我觉得泽连斯基把自己搞到这一步是非常危险的。那至于伊朗跟以色列呢，我必须讲这个事情还没完呢。因为现在当然整个国际局势对以色列不是那么有利，所以他应该不会直接去攻击伊朗，那他可能会像
大家所预测的，他会选一些包括真主党啊，包括哈马斯啊，包括其他的地方来报复，然后作为疏解他们自己的民心。可是我老实讲，全世界最会记仇的就是以色列，他绝对不会忘记这件事。他等到将来情势和缓有机会，他一定会想办法去打伊朗。这个是以色列向来的战略，就是这个样。因为他如果不这样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他在中东没有办法立足。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未来几年恐怕都事情会非常多，这一定会是人类最头痛的一个地方。是乌克兰的战场还在持续，不过有很多的国家或者是很多的人都希望，真心的希望这个战争可以赶快落幕。我们看到了肖兹德国的总理前几天到了北京，跟习近平见了面，两个人也谈到了乌俄的危机呀。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呢，包括习近平提出了4要4不要的原则。包括希望在俄乌战场上要以和平为重，不要谋求私利，要为局势降温，不要拱火浇油，要为和平累积条件，不要激化矛盾，要减少全球的经济负面影响，不要破坏全球的供应链。可是像这样子的呼吁能够收到功效吗？我们看到肖兹在访问中国大陆期间呢，他也呼吁习近平要促成俄罗斯结束战争希望你去跟俄罗斯讲讲话，而且大赞称赞中国的话很有分量，就说你习近平，你中国是一个大国嘛，你有分量，赶快去做调停。而另外，我们看到泽伦斯基也讲了也跟习近平喊话，其实他喊了很多次了，我有记忆以来，他不断的在跟习近平喊话，说中国可以加速乌克兰的和平。大家寄希望于中国大陆，寄希望于习近平吗？而另外呢，我们看到经济全球的经济状况在疫情之后，其实都在慢慢的复苏当中。那当然，复苏的力道有强有弱。而肖兹这一次访问中国大陆，外界也认为他的这个最大的目的在经济我们看到呢，这个访问之后中国大陆传出了要取消对德国的牛肉、苹果的进口限制措施。而另外呢，包括像是猪肉这一些。这个市场的准入也在协议当中包括像这样子的贸易上面的改善有缓和的迹象了。而另外，中国的国务院总理李强也见了肖兹那李强说，希望德国放宽高科技产品的出口限制，因为我们知道美中在打科技战所以他希望你德国要放宽像这样的限制那我们看到肖兹的回应是说，德方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希望跟中国大陆共同努力来营造公平竞争的环境，他也表了态。而另外呢，两国的总理呢共同签署了多项双边合作的文件这一次肖兹的访华之旅，反中的这个德国外相我们大家知道他是一个反中大将，是没有随行，这是刻意叫他不要来吗？是刻意给中国的交代吗？另外，我们看到呢，这一次肖兹访问中国，高规格并且保密防谍这是来自于我们中央社的报道。他说肖兹他手机不离身，而且回到德国他就要把手机给报废了可能是怕怎么样不知道被植入什么软体吗？还是被入侵呢所以你看到报道内文是这样写的，手机不离身那外界就会说那你不离身怎么还会被窃听呢？那怎么样报废过去我们看到包括这个间谍的这个行为这个各国其实都有出现像这样的事，就是美国中情局监听，包括国外元首，像是德国的前首相梅克尔，前总理梅克尔，当时呢其实也被中国大陆对不起，被美国给监听这件事情呢，其实梅克尔也是非常的生气呀。而另外，我们看到中国的 GDP 现在它的这个经济到底如何了？很多人也关心。看起来它的 GDP 有成长中国大陆第一季的 GDP 成长5.3%，比之前的预估还更高是靠着制造业来带动这个优于预期。那这个高于去年第4季的5.2%，也高于经济学者预估的4.8%。所以呢，这个制造业的确它的扩张有带动并且显示北京聚焦于制造业的策略已经见效了。可是另外，我们看到中国大陆的房地产还是在低迷的状况。
中国大陆另外一家房地产暴雷我们知道过去1年有好几个大型的房地产其实都已经倒了这一家最新的暴雷的房地产叫做时代中国，它遭到了中国大陆的银行申请清算，股价应声大跌36%，而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国大陆前3个月的经济预计会放缓经济持续受到房地产危机和消费疲软的打击，所以有好消息也有坏消息，它的这个经济预期还会再放缓。那中国的房市到底有没有解呢？我们看到中国大陆传出了要组成国家队，收购全中国大陆的这个烂尾楼来当做社宅这也是一个好的 idea 如果说有很多人没房子住，那你这些倒的烂尾楼，我把你国家收回来，然后来给这个没有房子的人当做社会住宅，好像听起来也不错我就谈一下那个大陆的经济因为这又跌破了这些中国崩溃论、经济崩溃论的眼镜他们自己一直不断的在崩溃中因为他们这次认为说中国的经济成长应该就4.6%左右，结果出来的统计结果是5.3所以他们自己又崩溃了，尤其是法新社崩溃的速度最快因为他才刚刚公布，结果呢出来的结果是跟他预期不一样。不过我觉得，大陆在这一次的统计数据里面显示出，它其实是很健康的。为什么？因为它的房地产比去年的同一季下跌了9%多所以就是说房地产的投资减少了。然后这个占经济体也减少了，成长也减少，不但减少还往下跌。但是整个都往下，房地产这么大的一块往下跌的时候，它的经济怎么会往上涨呢？也就是第一方面是它农业往上涨，还有工业生产制造业往上涨，还有就是这个服务业也往上涨。那这个就是健康的咯。那也就是说，这个就是为什么耶伦很紧张的，就是中国大陆的产能过剩的问题。这代表什么？大陆本身居民的所得成长了。农村的所得成长比城市居民的所得成长还要多，农村居民的所得成长7%多，那这代表说中国大陆在第一季的时候，人均的所得成长了大概6%多到7%左右，这代表什么？代表他们的收入增加了，那他们收入增加，他们更敢消费，更敢花钱了。那在房地产的投资，过去是用房地产来带动经济，这次他们铁了心，就是不让房地产来带动经济。而要用农业的生产，要用工业跟服务业的生产来带动经济发展。所以你觉得他们是刻意在打房，或者是压制房地产？他们只是让房地产不崩溃。也就是说，他们并不像过去一样救市。他们是不让房地产崩溃而已，就刻意的。然后反而是农业成长了，因为农村比以前的生活过得更好。是。然后城市居民也有收入也有增加。如果扣掉物价指数的话，他们实质上成长了6%左右。那这个对于他们的人均的居民的收入，你的钱一赚多，你的信心就更足，你的信心更足，你就更敢花钱。我觉得这是一种良性的循环。那过去是要靠的房地产一直在涨的时候，大家大笔的花钱，用这种方法来炒热，把经济炒热。可是很明显的，他们铁了心就是不让房地产的方法用过去的方法。我觉得这个战略是有成效了，所以才会造成很多欧洲的国家的企业的老板加强在中国大陆的投资。所以我觉得这次肖尔兹到中国来，跟他们感受到中国的经济的第一季的复苏速度这么的强劲，因为本来 IMF 的估计你就是只有4%多嘛，对，而且还觉得说你明年可能会更惨。但是结果是完全相反。那这样的一个情形下，我们看到欧洲的这些大厂，他们就开始增强他们在中国的投资，而且增长他们的布局。那对于德国来说的话，因为德国今年的成长还是估计很糟，可能就0.2欧洲表现最差的，而且明年估计是0.1，还在往下走。所以肖尔兹的压力很大，连他们的最大的在野党梅克尔的政党基民盟。他们的副主席都到中国了，那这代表什么？德国又回到了这个梅克尔的路线了。肖尔兹他已经不再走美国的路线，回过来，我觉得这代表什么？代表欧洲的一个最大的经济体，德国已经转向了。那接着就要看法国，马克龙
他有可能他一直希望习近平5月份能够到法国去，是那就要看习近平最后去还是不去。看起来是要去了。也为了这个奥运啊，因为对奥运即将也为了奥运在法国。来，我们先进一下广告。好，我们来请教将军。我们看到德国总理肖兹访问中国大陆，跟习近平见面，这对世界的局势有什么样的变化或改变吗？因为德国讲了，德国是反对贸易保护主义，那这样自由贸易嘛，因为中国大陆它是最大的粮食进口国，那包含德国的苹果，德国的这些农产品，还有它的这些猪肉、牛肉都可以卖到中国大陆啊。因为德国，我们知道，因为俄乌战争的关系，德国跟俄罗斯，我们知道经济上就已经断绝往来了。那这样子的话，它总要有市场啊。而且德国的第1大的贸易国就是中国大陆，第2是美国，第3是荷兰。那中国大陆市场大，而且德国在去年2023年，德国是对中国大陆是贸易逆差584亿欧元，非常多。那希望中国大陆多买它的东西啊，这样德国就可以平衡啊。那当然消失就过去了，找的是市场。当然提了2个，第一个找的是市场，第2个我们都知道高科技，那个德国的高科技，当然我们知道德国东西都是不错的，是那刚好中国大陆。经济上就是互补，比较利益法则。德国做的便宜，德国卖过去；中国大陆的便宜，中国大陆卖过去，两个都互相受益，都是比较利益法则，这是经济学上的基本的道理嘛。那所以这个肖兹抢在4月，因为5月的话，习近平要到法国去啊，是那刚好在4月，赶快先抢单再说，先订了德国的这些相关的产品，这样的话，他的先声夺人嘛，刚好来弥补这个俄乌战争经济上在德国这一方面的不理想的状况，然后也降低这个对中国大陆的贸易赤字嘛，这个很清楚的嘛。那另外我们看乌克兰的话，现在是泽伦斯基讲啊，泽伦斯基中国大陆可以扮演一个重要角色。其实泽伦斯基不止一次讲，对，他前面就已经说过了，讲很多次了。因为在中国大陆，它有3个关键角色。第一个，中国大陆的分量够，它不管在经济的规模，还有军事的力量，它够分量，可以出来讲话。第二个，中国大陆的角色比较中立。你看，相对于西方国家，不管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它角色上来看，俄罗斯可能不会接受。但是问题是中国大陆的角色好像比较中立耶，在俄罗斯跟乌克兰之间站在他取得一个平衡点，所以泽连斯基一直要希望中国大陆出来扮演重要的一种调和的这种角色，可以看出来。第3个，普丁呢只买中国大陆的单，你看普丁会买美国的单？不会。那中国大陆如果讲的话，哎呦。中国大陆所提出的条件，普丁可能可以接受哦，是这个样子。对，那现在泽连斯基要找谁？要找西方国家还是找美国？找法国、找德国、找英国，或者甚至找美国？那还不如找中国大陆嘞。他变成这个样，所以泽连斯基讲的话是有他经过他深思熟虑。如果要调停的话，中国大陆可以扮演这相关的这个角色。是，好，来，我们进一下广告。好，彬哥，你怎么看肖兹能够促进乌克兰的和平吗？首先，你们这边讲说肖兹是不是故意不带那个外长反德这个外长随行哦？其实不是，是因为那个外长跟他根本不同党，对，绿党，对，原来是这样。还有经济部长也跟他不是同党，对，就是这些人其实是反对他来的。可是不同党也可以来啊。没有，他们是坚决反对坚决跟中国大陆反对做这种交流，他们是比较亲美那一派。那相对来讲，肖兹其实是就是被这些企业家拉来的。哦，就是因为现在我们企业快搞不定了，你要帮我们解决这个问题啊。所以你看肖兹从头到尾就是你看他的动作其实是有点忐忑不安那种感觉，举棋不定。对，就是我到底该怎么办？我应该要怎么样讲话才会得体？怎么样才会哪里都不得罪？所以他这次是蛮谨慎的，从头到尾都是这样，看起来一副很紧张的。不过目前看起来是会好像达成他期望的一个目标，但是问题来了，这是他在大陆，问题他等他回去之后呢？回去之后他那些反对党的会不会又开始？背着他，对，又说你这个政策不行，那个政策不对，我们不能跟中国大陆怎么样，所以这个是
是一个很困难的一个局面啊。好，欢迎您回到新闻大白话的节目现场，我是钱子。观众朋友，我们来关心哦，赖清德准总统即将上任了。2天之前，我们看到他到了台中访视空军防空暨飞弹指挥部所的这个所属的部队，还有空军第3战术战斗机联队，他要了解什么呢？了解这个所谓的接战程序跟模拟防空拦截的演练这个包括接战什么意思？战争要发生了吗？那当然我们要有国防，可是呢，包括像这样子的讯息出来，大家还是会有一点点担忧。赖清德是这样说的，他说要让世界看见我们守护国家的决心，并且他讲520之后呢，会做3件事情，而且看清楚了，自由是要付出代价的，要付什么代价呢？这个地方大家可能就要仔细的捉摸了。他说我要重建国家，要洗涤人心，自由要付出代价，不是从天上掉下来呀。我们要付出一些什么样的东西呢？我们这一句话想要请问赖副总统，也就是未来的准总统，在2017年的时候，我们看到当时在担任行政院院长的赖清德，他说我是主张台独的政治工作者，不管担任哪个职务都不会改变。对于很多我们中华民国的国民来说，台独这件事情是这个大家对赖清德未来4年的总统的职务里头，大家比较担心的一件事情。而另外呢，包括赖清德上台之后，真的会主张台独不惜代价吗？现在有很多的问号。尽管赖清德在选前或者是选后都说台湾已经是主权独立的国家，中华民国是主权独立的国家，不需要另外宣布了。可是很多人还是不相信，如果真的不惜代价的话，中国、美国都会坐视不管吗？所以包括台海的焦点，包括美中现在的竞合之间，必须讲台湾很重要。而另外，美中的国防部部长睽违了1年半之后，现在终于又接上线了。这个是美中的防长视讯对话，也谈到我们台海的和平。而上一次中美防长互动的时间，已经是1年半前的2022年11月了。当时是奥斯汀在柬埔寨跟中国大陆的防长魏凤和见面。中间还经历了一次李尚福下台所以这个断线的时间好久啊！必须讲这个东西2大国，如果在这个国防部部长这边断了线在军事上面断了线，也是全球我们大家都很担心的事情。而另外呢，包括中国军方在礼拜3的时候已经说了出动战机监视并且警告飞越台海的美国海军 P8A 海神反潜巡逻机这个是给你一个警告，而这是在美中防长通话几小时之后进行。我说我出动了所以一方面有这个视讯，一方面有沟通，另外一方面在武力上面的各自的这个角逐，各自的这个展现还是没有停歇另外我们看到中国大陆的新任的国防部部长叫董军，他说台湾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利益这是他们一贯的政策跟主张。布林肯，美国国务卿即将这个访华，他即将到中国大陆去访问，要提美方担忧中国驻俄加强军力，讲的可能还是俄乌战争的战场上面的事情。那另外呢，美国担心的是说，或者是想要跟中国大陆沟通的部分是，中国协助俄罗斯加强国防工业基础，以应对乌克兰战争的担忧。他们认为中国大陆都一直在做这件事情美国国务院就讲了，过去几个月，美国方面看到中国从这个中国运往俄罗斯的一些物资被俄罗斯拿来加强工业基础，并且生产一些战场上面的武器，所以美方很担心。而另外我们看到日本也是一个态度最近我们看到日本的这个首相跑去这个美国做了一番演讲，用英文来做演讲，必须讲他的英文发音是很好的那日本的外交蓝皮书上面呢，在这个必须讲他有提到台湾海峡的和平稳定对日本的安全保障以及国际社会的整体稳定至为重要。他在美国演讲的时候提到了台湾，那中国大陆的外交部发言人也对这个事情做出了回应他说日方的有关文件沿袭了抹黑
指责中国的陈腔滥调哦，渲染所有的这个中国威胁论，无理的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对这个事情表示坚决反对。所以讲到这里，大家就可以看看世界的局势是怎么样的，这个态势是如何的哦，包括美国跟日本哦，这个在一起，而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吗？这件事情从安倍在任的时候一直讲到现在，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啊？中共官媒放话，如果你日本敢介入，我就新仇旧恨一起算。这个是来自于这个我们看到的日月谈天那它也某种程度也是中国的官媒，他就讲了，日本跟美国的领导人在华盛顿的这一纸联合声明，矛头明确指向中国和台海局势。所以你日本人现在在进行军事化的改造，有16座民用机场跟港口你的目的是不是要方便战时在发生战争的时候起降战斗机跟运输机停靠大型的船舰呢？所以他认为这个讯息呢，已经让日本的一些所谓的獠牙讲的是他们的一个阴谋啦这个真实的暴露了出来所以看到中国大陆不管是官媒，不管是官方不管是民间，对这件事情都有忌惮，都有警觉。而中国大陆福建舰的航母五大舰载机合体我们看到这一个画面从空中拍下来的一架民用客机上的乘客他拍到了这一艘重达8万吨的大舰巨舰的最新进展，所以是航空联队成型了吗？中国的武力发展看起来还在加速当中。我们先来请教彬哥，彬哥怎么看呢？我觉得赖清德一直是让中美都非常不能够放心的一个对象，特别是他这次组成内阁的一些方式，让大家觉得里头很多，包括郑丽君啊，包括小野啊，他好像试图要从文化上面，从教育的方向去遂行台独，用潜移默化的方式，把台湾的下一代全部都变成天然独这种方式。所以，如果赖清德真的持续这样去做的话，我相信中国大陆是不会做事。那现在美国更担心的当然是他520的演讲到底要讲什么，会不会直接就搅动了台海的局势？所以赖清德现在很像是全世界的一颗不定时炸弹。当大家的目光都关注在加沙走廊，关注在中东的局势，关注在俄乌战争的时候，可能台海搞不好才是全世界最危险的地方，因为没有人知道这边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所以赖清德的一举一动就非常重要。可是赖清德显然并没有放弃他台独的想法，他过去这些什么中华民国、台湾中华民国无需再独立，这些基本上大家都知道是骗人鬼话。不信有种赖清德出来测谎一下，保证不会过，一定不会过的，一定是这样。所以我觉得赖清德必须要去想想看，你这样做之后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会对台湾带来多大的一个灾难。我觉得他自己必须要去想清楚。可是他还是要去讲什么洗涤人心、重建国家，连这种话都讲出来，我不知道你要怎么重建国家，把这个国家打掉重练还是怎么样？所以这种讲法都会非常非常危险。我估计现在已经是4月17号，我估计剩下的这1个多月的时间，美国还是会有一些人来，还是会持续不断对他耳提面命，因为看起来美国是非常对他不放心的。那至于说 Austin 这个东西，你看美国又来同一招，每一次跟你会谈完之后，好像达成了一个共识之后，我就继续来了，就继续这种紧迫式的、这种压迫式的巡航。那这样子中美之间怎么可能会有一个和局呢？怎么可能会让这种冲突平息下来呢？中国大陆也不可能对美方产生信任感嘛。所以你就是每一次大家好不容易酝酿了，终于能够会谈会面了，然后花不了几天又把这个默契打破，那这样一而再再而三，到最后的结果就是大家越来越不想谈。那当2大强国越来越不想谈的时候，世界就会变得很危险。这个绝对不是任何人乐见的事情。可是我是觉得美方是吃定大陆现在不敢动嘛？也许真的美方是这样盘算。可是我必须说，当双方常常如此接近的，不管演习也好、巡航也好、示威挑衅也好，你只要一旦真的擦枪走火，一旦不小心发生碰撞或是其他的冲突场面的时候，请问一下，这个结局谁来承担？这个远比伊朗跟以色列之间的冲突还要严重得多，所以这真的不是开玩笑。
那当然，岸田小的时候就跟他爸外交官嘛，所以到美国去，所以他英文底子是不错的。可是问题是，岸田这次在美国，其实虽然美国人对他报以热烈掌声，可是日本民众显然对他并不买单，因为你跑到异域去，然后在那边跟人家讲说，你在美国国会收到的掌声比在日本热烈的多，那你在讲什么？那你就去美国啊，就不要回来了嘛。所以现在我个人认为，岸田无论说什么，恐怕在日本内部是越来越没有力道。实际上，他恐怕很快就要下台一鞠躬了。所以我觉得现在对中国大陆来讲，他大概要等的是，那接替岸田的人到底会怎么样走？是还是持续这样子极度亲美的状态，还是会稍稍把这种不平衡拉回来？是，我觉得这些都是未来，就是不管台海也好，整个东亚也好，是否会产生更激烈变局的，大家要观察的重点。是，接下来请教这个将军怎么看呢？赖清德前2天跑去视察我们空军的防空部队，包括第3联队，有什么意义？对，我认为他去看这个相关，表示我们在空防上面是有一些问题，有些问题、有问题嘛？你看中共的那个军机都到我们的这个就是临街区啊，是我们没有战略空军，我们最大的空军就是说我们有战略纵深。你看这是以色列跟那个伊朗派无人机什么的，他们2个边境距离是1600公里，那我们跟中国大陆200公里不到，最近的在140公里，那现在那么近，那中共的战机又没有海峡中线，都过来到我们这边了，我们没办法，我们就看到它，我们有发现，但是没有办法作为。你空中压力大不大？当然非常大嘛，大家要过去看呢。那我认为现在，而且我们66架的 F-16V 马上要进来，没有飞行员，没有飞行员，那缺飞行员现在怎么办呢？对，那这样的话，飞行部队的任务负荷，还有他的任务的压力非常的大。因为什么？因为人少，但是任务没有减少啊。那这些人都要来分担呐。那这些都是问题耶，要赶快过去，他们关心一下问题在哪里。那这样的话，大家你上来的话，左手任务出来，右手出完任务，左手你根本没办法休息啊，2个手都在出任务啊，变成这个状况。那飞官的他的生活品质还有他工作的压力非常的大，他可能家里都没办法照顾。是，那现在赶快，我认为这些问题啊都要解决，包含飞官。那飞官到现在为止缓不济急，因为培养个飞官没有5年8年下不来。你如果是只有5年之内啊，那不能打仗，那是菜鸟，那上去的话一下被人家2下被人家漏下来了。那个老鸟都是5年8年以上，你现在的话缓不济急，现在又缺飞官啊，66架马上报道啊，你变成有机无人啊，那你就要买这些飞机干嘛？所以我认为可能招生招募，尤其是飞官的补充非常的重要。我们在这看这个美国的这个 P8A， 是这个海神号，这海神的反潜的巡逻机，它要是不是该卖给我们台湾？我们现在用的 P3C 美国不用啦，而且已经消失性伤员。P3C 有些各种的零件，因为美国不生产，那我们这飞机还在用啊。你不生产零件，我们有些到定保的后勤保障的都没有零件呢。而且这些 P3C 的里面的侦潜装备非常落后，抓不到绝气竞技手的这些潜舰，听不到那个里面的那个系统都是讲到了都是冷战时代的，你是怎么用？美国是不是下 P8A 过来？为什么不卖 P8A 给台湾？对啊，台湾现在海峡那么大，中共的8艘军舰就在这边，那是8艘看到的军舰，水下嘞，水下看不到，很多看不到嘛。问题是，中国的潜舰的那个噪音量都很低了。所以这个海神就可以看到。海神最起码比 P3C 好啊。现在美国都不用 P3C 了，我们还在用 P3C。应该，你现在都有飞到我们海峡这边，卖个 P8A 给我们台湾嘛，也让我们也能够抓到这个台湾周边海，尤其是东部，因为东部最适合潜舰这边做伏击，你看不下，因为东部的水非常深，因为台湾海峡的平均的深度40公尺到80公尺，这个潜舰有时候深度还不够，很容易有时候被发现。如果是海象非常好的话，它的透射度是够一个，还有一个黑影子在那边看得到，有时候，但是在花东外海、宜兰外海看不到，因为它那个你那边是1000公尺的深度那现在我们拿 P3C 对中共那么多的潜舰，中共是世界上潜舰第2大国，它的数量是超过美国的，但是问题是美国的核动力的数量是比中共多，核动力攻击潜舰是比，所以变成中国大陆的潜舰那么多，那我们是用冷战时代的 P3C， 为什么不卖 P8A？日本的 P8A 日本100架将近100架的 P8A 是这个样那我们1架都没有，所以他认为，既然赖清德去看了这个航空部队，我认为不要忘了，还有那个反潜的这个巡逻机，是不是也向美国来争取，让我们的反潜的战力能够相对的提升？那就是看未来的这个赖清德总统，还有
我们的国防部部长顾立雄可不可以去跟美国讲一下，也卖给我们呐、对不对？我觉得赖清德还没上来，他的讲话就引起争议了啊。他要重建国家，那他的意思是说，蔡英文这8年把国家搞烂了、搞乱了、搞糟了，所以他要把这个国家要重建，变成废墟了，要重变成废建。墟了，要重建。所以你的意思是，蔡英文这8年是乱搞、胡搞、瞎搞，所以把我们的国家搞得这样一塌糊涂。不然的话，有什么要重建的？干嘛重建？对不对？干嘛要重建？你要重建什么呢？这第一个。所以你的意思是，第一句话就是先把蔡英文骂一顿，我们听得好清楚哎。第二句话就是你说你要洗涤人心，我们要问的是，你要洗什么？你觉得我们台湾人的人心最脏的地方是什么？你直接告诉我们，你说台湾人心最脏的是哪一部分？你为什么认为我们台湾的人的人心是那么的脏？所以你要把它洗干净。那你告诉我，你为什么会认为我们台湾人很脏？你为什么会认为我们台湾人的人心很脏？你要洗什么？你要怎么洗？是要洗什么人？对，你要洗什么人？你要洗什么样的人心？你要用什么方法来洗？然后你为什么觉得它很脏？那我就觉得我不太懂。更重要的地方是，你是不是打算要搞这个文字狱，搞思想犯？哦，这点我们害怕极了。第三个就是自由要付出代价。你的自由是什么？是台独才是自由吗？不台独就不是自由。所以你打算要死几千多少万人？你打算要让台湾多少人去死？3句话，3个争议，3个问题，可怕极了。官都还没上任，然后就让我们台湾人心惊胆跳，怕死了。美国人也怕死了 ，AIT 也怕死了。AIT 一想，哎呦，台湾人到底脏在哪里啊？台湾人心脏在哪里？那我现在在台湾工作，那台湾人人心为什么会那么脏呢？你为什么会觉得台湾人的人心很脏呢？我觉得这个是有意见的。好，那 Austin 没办法了，赶快打电话给董军说，可不可以接个电话？董军说可以啊，接个电话。Austin 就说，你到底要怎么做？那如果赖清德搞台独，你要怎么做？那我觉得他们就是谈到台湾的问题嘛，谈到南海的问题。既然谈到台湾，谈到南海，我觉得董军就告诉你美国人了，说以信为本。我觉得这句话很重因为这句话就是习近平直接讲拜登说做人要以信为本。那你如果说一套做一套，从来不诚实，从来这个说一套那个，从来就是言而无信，那我们不知道要相信你什么。我觉得董军这句话也是告诉奥斯汀，就是说你这个人讲话不实在。我不相信你所说的话，我只看你所做的事。结果你的飞机就来了，这就是你嘛。那对日本人讲的那就更清楚了。对日本人就是你把我当成敌人，我就把你当成敌人。但是呢，你在发动战争，我就告诉你，我不买单，买什么单呢？我不买蒋介石的单。蒋介石以德报怨，我们中国共产党不吃这一套，所以旧账新账，旧仇新仇一起算。一起算。我觉得这句话讲得好重啊！是这个新仇旧恨呐，新仇旧恨要一起一起算算呐。